2年只降2次，不是接下来几个月可能降2次，是2026年全年降1次，2027年全年再降1次。从现在算起，2年之后的基准利率中位数预测大概率还在 3% 到 3.25% 之间。这是美联储在3月议息会议上白纸黑字写进点阵图的东西。很多人以为这次会议的焦点是降不降，那个问题在会议开始之前就有了答案。利率期货市场在会前给出的概率按兵不动超过 99%。真正让人坐不住的从来不是这一次动不动，而是点阵图告诉你的那条路径，以及那条路径背后的长期利率中枢到底落在哪里。后者才是决定所有资产估值的核心变量。今天我们把这次会议拆开来看，从那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开始，到点阵图，到战争对政策的绑架，再到联储权力交接带来的新变量，最后落到一个可以实际执行的判断框架。先说那张反对票。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靴子落地，联邦基金利率继续维持在 3.5% 到 3.75%， 这是联储连续第2次暂停。投票结果是11-1，唯一的反对票来自联储理事米兰，他的主张是立刻降息25个基点。这个数字表面平静，但把它和上一次放在一起看，信息量就出来了。第一层是什么事实？在今年1月的会议上，投反对票的是2个人，米兰和沃勒都主张降息，这次沃勒转了回来，投票维持。一个理事从要降变成先等，不代表他对经济前景变乐观了，而是代表他认为在通胀数据还没有明确往下走之前，贸然降息的代价已经超过了继续等待的代价。油价给他施了什么压力，从这个动作里就能读出来。第2层，为什么这一票的意义不只是一票？米兰不是普通的技术官僚，他是当前白宫在联储内部最清晰的政策代言。他的逻辑是，高利率正在持续压缩实体的生存空间，每拖1个月，信贷成本就多吃掉企业1个月的利润，拖着不动就是在主动消耗经济韧性。但这套逻辑在会议室里只拿到了1票，剩下11票的判断是，现在降息带来的通胀反弹风险远大于继续等待带来的经济磨损。这是一个真实的政策权衡，不是官僚惰性。第3层，机构怎么解读？散户会卡在哪里？看到11-1，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联储鹰派，降息没戏了。机构的解读方向完全相反，机构盯的是反对票从2个减到了1个方向在变化，驱动这个变化的是数据。如果接下来1-2个月的通胀数据出现松动，支持降息的票数可能在下半年迅速重新积累，市场的再定价也会在那个时候出发。能不能在那个信号出现之前3到4个月感知到它，是机构和散户之间最大的信息差。第4层，对你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现在持有高估值仓位，你需要理解一件事，降息时间表的每一次拖延不是中性事件，每多等1个季度，那些依赖低折现率支撑的估值就会被高息环境多放1次气，资产不需要下跌，只需要联储继续等，账面就在慢慢失血。如果你现在没有仓位，你要先搞清楚，等到降息宣布，不是买入时机，那是兑现日，不是入场日。再来看那张点阵图，这才是今天的核心。3月点阵图的结果，19位官员里7位认为今年不降，7位认为降1次，5位认为降2次或以上。中位数的路径，2026年降息25个基点，2027年再降25个基点。还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长期中性利率的中位数预测已经悄悄上移到了 3%， 这个 3% 比今年降几次重要的多。第1层，事实是什么？从现在的 3.5% 到 3.75%， 2年后到 3% 到 3.25% 区间，全程降幅50到75个基点。这不是降息周期，这是高位利率的慢速退潮。退潮期间，水面依然高起，所有依赖廉价资金存活的资产继续承压。第2层，为什么长期中性利率更关键？过去很多年，市场的基准假设是等这轮紧缩结束，利率会回到 2% 到 2.5% 的旧常态。这个假设被这次点阵图正式否定了。 3% 的长期中性利率意味着就算通胀完全受控，经济增长稳定，利率也不会回到疫情前廉价资金的旧时代。这是结构性变化，不是周期性调整。结构性变化对估值模型的冲击比周期性变化持续的多，渗透的深得多。所有建立在旧利率假设上的成长股估值模型都需要重新校准分母。折现率每上移1个百分点，5年后的现金流在今天的现值就要缩水相当大的比例。这不是抽象的公式，这是你账户里每1分钱的购买力在被慢慢重新定价。第3层，市场会怎么解读？散户会卡在哪里？散户最常见的误判是把点阵图预测降息等同于很快会降息，这2件事不是一回事。点阵是预测，不是承诺，而且这个预测建立在油价不继续飙升，
通胀不进一步反弹的假设上，任何一个假设条件发生变化，下一张点阵图就可能全面调整。机构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买的不是点阵上写的降息，而是数据确认降息条件成熟。这中间可能差着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你看到的那张图和最终降息真正发生中间隔着大量不确定性，需要被现实逐一验证。第四层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要盯的不是今年降不降，这个已经被各方反复讨论、大量定价了的问题。你要盯的是长期中性利率这根毛落在哪里。现在它在3%，只要这个数字不往下移动，高利率就不是暂时的困境，而是新的游戏规则。你所有的仓位结构都要在这个新规则下重新评估。现在说一件很多人容易弄错的事，这次会议前，利率期货市场隐含的共识是今年降息2次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点阵中位数出来是1次，这中间的差距叫预期差。这里最容易出现的误判是，散户看到联储字面上说今年还是会降息，就认为是利好信号，该买进。机构看的是隐含预期和实际点阵之间的差值，差值是负的，就是鹰派意外。不管字面表述多温和，市场承压的结果早就写好了。会议结束之后，美股从日内高点回落，长端国债收益率没有明显下行，这个走势不是意外，是价格在消化差于隐含预期的信号。会议前冲进去，活力好的人正好成了机构在兑现福音时需要的那个对手方。现在来讲，这次会议背后最真实的那个困境，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联储面对的不是该不该降息的判断题，而是降息和加息哪个更危险的囚徒困境。布伦特期货在这次会议当天一度摸到了每桶$109的阶段性高点，背后是战争带来的原油供应端冲击。这个价格如果维持下去，今年的 PCE 通胀预计将全年稳定在 2.7%， 明显高于联储的目标 2%。 联储如果在这个时候降息，等于给通胀加速器再踩一脚，直接宣告价格稳定目标的失守。但如果维持不动，另一面的代价同样在积累，信贷成本持续高企，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被压缩，消费信贷违约率在悄悄上移，失业率目前表面稳定在 4.4%， 但在油价冲击真正传导到企业利润表之前，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未来2到3个季度的真实风险。所以鲍威尔在那间会议室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好选项，降息，通胀失控；不降，实体慢性失血；重新加息，信贷链条可能瞬间断裂。这就是战争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最毒那种礼物，它让所有已经被市场定价的政策工具同时失效。我们现在说联储的权力交接，因为这是很多分析里被忽略的一个独立变量。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在今年5月15日正式到期，提名继任的是沃什，曾任联储理事。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是联储与华尔街之间的主要联络人。特朗普的意图是用一个倾向降息的人替换掉鲍威尔，但沃什的提名目前卡在参议院，原因是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表态，要等针对鲍威尔的司法部调查有结论才愿意放行。鲍威尔本人在3月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调查没有结论，他不会离开联储。这意味着接下来2个月，联储的政策权威处于一种罕见的悬空状态。现任主席在政治高压下坚守，后任主席无法提前接手，政策前瞻指引的可信度在这段时间里会打折。市场不知道新主席上台之后会不会在特朗普的压力下调整降息节奏，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风险溢价的来源，而且目前市场对它的定价明显不足。现在说资金在这次事件前后的行为逻辑，以及散户最容易掉进哪个陷阱。第一类，低成本的长期机构，他们在2020到2021年大量建仓，持仓成本极低，已经消化了相当长时间的高息环境。对他们来说，联储继续等不是威胁，甚至是机会，因为他们不需要降息马上来，只要确定降息最终会来就够了。一旦降息开始，他们账面上的浮盈会大量释放。这次会议之后，他们不会大规模调仓，他们在等下一个催化剂。第二类，趋势型资金，他们跟动量信号行动，在高确定性事件前减仓，等结果落地再重新判断方向。如果事件结果差于隐含预期，空头仓位会被激活。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在观察接下来2个月的通胀数据，以及4月底的下一次议息会议。第三类，散户。坦白说，散户等的那个清晰确认信号，往往是机构已经建完仓，准备找出口的信号。会议结束之后，如果数据读起来不算太坏，散户可能开始集中入场。这个集中入场正好成为趋势资金加空以及长期机构小幅兑现的流动性出口。最危险的那种上涨就是这种上涨，你看着 K 线觉得方向确认了，冲进去发现自己接住的是别人的获利盘。我直接说，在利好消息被确认的那一刻冲进去，是散户在金融市场里最稳定的亏损模式之一。这个模式在利率市场、在财报季、在政策转向期反复出现。
从不缺席。这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误判值的单独说清楚。很多人会觉得联储没有加息，那就是边际转割，这个逻辑听起来合理，但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是错的。联储的不加息是在油价冲击和通胀压力双重绑架下的被迫等待，不是主动转向的信号。被绑架的等待和主动放水对市场的含义完全不同。你如果把不加息读成快要放水了，你的整个仓位逻辑就建在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上。现在我们把油价对宏观的冲击拆开来看3条传导链。第一条，通胀链，油价推高，运输、化工、制造的全链条成本，企业毛利率压缩会在1到2个季度的财报里集中体现。联储这次已经把全年 PCE 通胀预测上调到 2.7%， 这个数字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在战争持续的假设下的保守估算。如果油价在高位维持的时间比预期更长，实际通胀数字可能超出这个预测。那些定价能力弱、利润本来就薄的行业，最先出现利润压缩。第二条，消费链，能源成本上升直接压缩实际可支配收入，消费数据会在未来2个季度开始软化，这是目前市场定价里被低估的一个风险。失业率现在稳定在 4.4%， 但这个数字反映的是能源冲击传导到企业利润表之前的状态。一旦企业开始压缩薪酬和招聘，这个数字会在联储还没来得及充分反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移动。第三条，信用链，高利率加上成本上涨，中小企业债务偿付压力上升，信用利差一旦开始走扩，市场的流动性预期会快速逆转。信用事件的特点是它在没有充分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等到大多数人能感知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守窗口。这3条链条是相互强化的，联储的工具无法精准施力于任何一条。降息只影响信贷成本，解决不了油价，解决不了供应链，解决不了战争带来的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这就是真正的政策困境。这种结构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这不是精确的历史数据，而是结构层面的类比。我在这里特别说清楚。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油价供给冲击叠加货币政策两难的阶段，联储在通胀和衰退之间反复横跳，结果是两边都没守住。沃尔克最终用极端加息打碎了通胀预期，但代价是1980到1982年美国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今天的联储没有条件走那条路，债务规模、政治压力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相互联动都不允许那种烈度的操作，所以他们选择等待，用时间换信息，同时承担等待带来的所有慢性代价。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等待策略通常走得比所有人预想的更久，代价也更隐蔽。关于风险后移，还有一点值得单独说，战争带来的高油价本质上不只是一个今天的问题，它把风险以不确定成本的形式打包放进了未来几个季度。市场往往会在短期内把联储没有加息这件事定价成政策还算温和，然后继续持有风险资产，但这种稳定是借来的。等到油价对企业利润表的冲击真正在财报里显现，市场对这段时间温和的定价就会被一次性修正。确定性越强，市场越早把它打进价格，越是被市场确认了的好消息，它真正兑现的那一刻反而越危险。现在给你直接的判断，先说已经持仓的，你要紧盯的先行指标是核心 PCE 通胀数据和信用利差这2个方向。一旦核心 PCE 连续2个月出现下行，同时信用利差没有明显走扩，那是降息预期重新积累的早期信号。高质量资产可以维持甚至小幅补仓，但如果布伦特油价在接下来8到12周持续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而核心 PCE 没有出现明显回落，高估值仓位要减到底仓以内，不要等联储正式表态再动。等到那一刻，价格早就把预期兑现完了。短线上，下一个窗口是4月底的议息会议，如果届时通胀数据没有改善，市场可能出现2次调整，这是出仓的时间节点，不是补仓的时机。中线上，真正的加仓信号是核心 PCE 首次低于 2.5%， 或者中东局势出现实质性缓和。这2个条件都没有出现之前，仓位保守是对的。再说，没有仓位的，你现在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为等到降息宣布就是入场时机，不是的，降息宣布是兑现日，不是启动日。机构在降息宣布之前的3到6个月就已经建完仓了，你要先行一步，盯2个信号：第一，核心 PCE 连续2个月往下走；第二，布伦特油价跌回90美元以内。这2个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比等着听降息宣布更早，更有实际价值。进场时先建小仓，等方向确认再加。在不确定的环境里，仓位大小是你唯一能主动控制的变量。不要因为觉得错过了，就在判断不清晰的时候仓位过重，那是另一种更贵的学费。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场战争让全球最强大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失效，那些还在守着等政策救市这个逻辑的人，等的到底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剧本？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